过气喘这个病，很多人一听到就想到肺，觉得是肺的问题。西医也这样讲，说你是支气管哮喘、慢性阻塞性肺病，拿个喷雾剂给你喷一喷，类固醇扩张剂马上呼吸顺畅了，好像病就好了。但你有没有发现药一停喘又回来了，而且脸越来越圆，肩膀越来越厚，骨头开始酸痛，晚上睡不好，白天没力气。这不是药效不够，是你根本没找到病根。我常讲，中医看并不是看症状，是看背后的生理机制。你喘，为什么喘？是因为气不够吗？还是气出不去？这里面大有学问。在我们中医的观念里面，气喘有两种，一种是吸气困难，一种是呼气困难。这两个看似差不多，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病机，一个在肾，一个在肺。如果你吸气很困难，感觉气吸不到底，像胸口空空的，怎么用力都吸不满，这种人多半是肾的问题。为什么？因为肾为气之根，肺负责呼吸，但真正能让气身长下去的是肾，肾有力量才能把肺吸进来的气拉下来，那住它，这叫肾主纳气。如果肾虚了，尤其是肾阳不足，就没有力气把气纳下去，所以你会觉得吸气特别费劲，动一动就喘，做讲话都没力气。这种人往往还怕冷、腰酸、夜尿多，一到黄昏就特别累。相反，如果你是呼气困难，感觉气堵在胸口吐不出来，胸闷、咳嗽、痰多，那这个病位就在肺。肺主宣发，肃降。宣发是把气散出去，肃降是让气往下走。如果肺气壅滞，不能肃降，那就呼不出去。这种人常常是因为外感风寒，或者体内有痰饮，把气道堵住了，所以呼气特别费力，甚至发出哮鸣音。这就是所谓的哮。病你看同样是喘，一个是吸不进去，一个是吐不出来，病机完全不同。但西医不管这些，一律律给你用类固醇。类固醇是什么？它是人工合成的肾上腺皮质激素，作用是压制炎症，扩张支气管，短期内确实有效，病人一喷，布气就顺了。可问题是它只管肺，不管肾，它不知道你喘是因为肾不内气，反而在这个时候继续耗伤你的肾气。你想类固醇本身就是从肾上腺来的，长期使用等于让你的肾上腺失业，不再分泌天然激素，结果就是肾的功能越来越弱，再加上它导致钙流失、骨质疏松。有些人用几年之后股头坏死，走路都困难，还有脸变圆、背变厚，所谓的月亮脸、水牛肩。你以为是胖，不是，那是激素紊乱，是伤到肾的表现。肾主骨，肾伤了，骨头自然就烂了。而我们在中医来看，这种病人早就该从肾治了。你问他，你是吸气比较困难还是吐气比较困难？他说我吸气比较困难。好，病位在肾。再问，那你什么时候最不舒服？他说黄昏的时候特别累，一到下午4、5点就开始喘不上气。这更确定了，黄昏属阴，阳气开始收敛，肾气不足的人这时候最难受。你再看他有没有耳鸣、腰酸、夜尿多，如果有，那根本不用摸脉，诊断已经完成了。那很多人学中医学了一大堆理论，一看到病人就慌，不知道从哪下手，因为你没有把生理学搞清楚。我们的五脏是有分工的，每一个脏都有它的功能和时间节律，你不了解这个，光背方子背症状永远成不了高手。真正的高手3句话就能定乾坤。病人说他吸气困难，黄昏加重，耳鸣腰酸，你还用得着去猜吗？这就是典型的肾不纳气。治疗上就要补肾，要温阳，要用金匮肾气丸这类的方子。金匮肾气丸里有附子桂枝，温补肾阳，熟地、山药、山萸肉，填补肾精，再加上茯苓、泽泻，把多余的水排掉，不让它变成痰饮。整个方子一上去，肾气一足，布气就能内下去，喘自然就平了。可如果你不懂这个道理，看到喘就清肺、化痰降气，甚至用寒凉药去压制，那就越治越虚。我看过太多这样的病人，本来只是肾虚，被当成肺热来治，越清越寒，最后阳气全失，连坐都坐不住了。还有一种情况，病人说我不是吸不进，我是吐不出，那你就要转到肺来考虑。呼气困难多半是肺气不利，有寒有痰有饮，比如小青龙汤症就是典型。这个人可能感冒之后诱发哮喘，怕冷、无汗、咳嗽、痰多清晰，甚至一见风就喘，这就是外寒引动内饮。寒饮摄肺，肺气闭塞，呼气受阻。小青龙汤怎么治？麻黄桂枝解表散寒，干姜细辛温肺化饮，
半夏降逆化痰，五味子收敛肺气，防止心散太过。这个方子依附下去，寒气引消，肺气一通，呼气就顺畅了。但你要注意，这个方子不能久用，因为辛温燥烈，故伤阴耗气，一旦症状缓解，就要转方调理。临床上还有一种人，既吸不进又吐不出，那就是肺肾两虚，本虚标实，表面上看痰很多，其实是脾虚生痰，肺湿宣降，肾不纳气。这时候就不能单攻，也不能单补，要攻补兼施。比如先用二陈汤和三子养清汤化痰降气，等痰少了，再用金匮肾气丸补肾内气，顺序不能乱，否则越补越堵。说到这里，你可能会问，那脉要不要摸？要摸，但不是为了诊断，是为了验证。如果你问诊已经很清楚了，并机摆在眼前，摸脉只是确认一下，就像法官判案，证据确凿，你还反复取证干什么？当然，初学者还是要试诊和参，慢慢训练自己的判断力。摸但最终目标是要达到望而知之为知神的境界。我们再回头看看那个黄昏加重的病人，他一到傍晚就喘，累得不行。这不只是肾的问题，还涉及到时间易学。中医讲因时辩证，不同的时辰对应不同的脏腑。早上寅时属肺，各所以肺虚的人清晨咳嗽，中午午时属心，心火旺的人中午烦躁，黄昏有时到半夜子时属肾，肾阳虚的人这时候最虚弱。所以你问病人，你一天当中什么时候最不舒服？这个问题非常关键。如果他说是黄昏，那几乎可以锁定是肾阳不足，再加上他吸气困难，耳鸣腰酸，这不是明摆着吗？你还用得着去做 CT 拍 X 光吗？那些都是浪费钱，还照不出问题的根本。现在很多人迷信检查，觉得没有影像学证据就不算病，可中医看的是功能，不是形态。你的肺可能看起来很正常，但功能已经失调了。就像一辆车发动机没问题，但油路堵塞，照样开不动。你光看发动机能解决问题吗？所以我一直强调，医学中首先要建立正确的生理观。你知道肺主气，但不知道肾主纳气；你知道脾主运化，但不知道土不生金会导致肺虚；你知道肝主疏泄，但不知道肝气郁结会犯肺作喘。这些关系你不理顺，辩证就会乱套。再举个例子，有些人喘起来伴有情绪波动，一生气就喘，胸闷、胁痛、口苦，这其实是肝火犯肺。肝属木，肺属金，木本克土，但如果肝气太旺，就会反五肺经，不造成气逆作喘。这种人要用带蛤蟆和泻白散，清肝泻肺，气顺了，喘也就停了。还有脾的问题，脾为生痰之源，肺为助痰之器。很多慢性咳喘的病人根源不在肺而在脾，脾虚不能运化水湿，湿聚成痰，痰往上走堵在肺里，就变成痰喘。这种人通常食欲差，腹胀，大便溏，舌苔厚腻，治疗上要健脾化痰，用六君子汤或参苓白术散把生痰的源头切断，过肺自然就清净了。所以你看，一个喘病可能涉及肺、肾、脾、肝、心5个脏腑，你只盯着肺看，怎么可能治好？西医的思维是头痛一头，脚痛一脚，但我们中医是健痰修治痰，健血修治血，要找那个生痰动血的根本原因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病人用类固醇控制不住病情，反而越来越严重，因为他们一直在攻击症状，从来没有调理体质。而中医是从根本上调整你的阴阳平衡，恢复脏腑功能，一旦功能恢复，症状自然消失。我曾经治过一个女病人，40多岁，哮喘10几年，长期依赖类固醇喷雾，脸圆得像满月，背后得像水牛肩，走路都喘，骨质疏松，轻微摔跤就骨折。她来找我时说，我吸气特别困难，尤其是下午以后，整个人像被掏空了一样。我问她，你怕冷吗？她说很怕，手脚冰凉。腰酸吗？酸。一夜尿多吗？一晚上3、4次。有耳鸣吗？有嗡嗡响，这些全是肾阳虚的表现。我给她开金匮肾气丸加参蛤蟆，再加一点子和车粉补元气。3个月后，她告诉我喷雾已经停了，喘明显减轻，能散步半小时，连脸也瘦了，精神好了很多。1年后随访没再复发，这不是奇迹，这是中医变正论治的必然结果。他的问题从来就不是肺，而是肾，只要方向对了，疗效就会出来。当然也有人质疑，你说类固醇伤肾有证据吗？有，现代医学已经证实，长期使用糖皮质激素会导致继发性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，而这正是中医所说的伤肾阳。它还会引起骨代谢异常，
导致骨质疏松，而肾主骨头坏了，不就是肾坏了？所以不要被那些副作用3个字骗了。所谓的副作用，你其实就是药物对身体正常功能的破坏，类固醇短期压制症状，长期摧毁体质，而中医是扶正驱邪，恢复治愈能力。最后我要说的是，中医不是慢郎中，而是看得最深的人。你问我为什么能3句话就定病机？因为我懂生理，懂五行，懂时间，高懂问诊的艺术。我不需要堆砌症状，也不需要依赖仪器，只要病人开口说话，我就知道病在哪。下次你遇到气喘的病人，先问一句，你是吸气困难还是呼气困难？然后再问什么时候最严重？第3句还有什么不舒服？3句话下来，8成以上的病机都能掌握，这才是真正的中医智慧。你去看那些长期用类固醇的病人，不只是哮喘，还有过敏性鼻炎、湿疹、红斑狼疮等等，只要是免疫系统相关的慢性病，西医都喜欢用激素，用下去症状是压住了，但整个人的状态越来越差，脸色发青，精神萎靡，怕冷，容易累，性功能下降，月经不调，这些都不是偶然的，是肾气被耗伤的表现。肾为先天之本，主藏精，主生殖，主生长发育，一旦受损，全身都会受影响。而我们中医治疗这类问题，从来不追求立刻见效，而是讲究缓缓图之。你肾虚，我就慢慢补你肺寒，我就慢慢温你脾湿，我就慢慢化。表面上看好像不如西药快，但实际上是在重建你的根本。等你体质上来了，病自然就退了。而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，总想找个特效药一吃就好，结果呢，越早越病，越治越虚。我常讲，治病就像种树，你不能只看到叶子黄了就拼命施肥，而不去检查根是不是烂了。喘就是那片黄叶，肾虚就是烂根，你不修根，光顾叶子有什么用？再说回呼吸这件事，我们每天都在呼吸，但很少人真正懂得呼吸的意义。在中医看来，呼吸不仅仅是气体交换，它是全身气机运行的一部分。吸气是阴的收敛，呼气是阳的发散，一呼一吸之间阴阳交替，气血周流。如果这个节律乱了，整个身体的平衡就崩了。所以看那些严重气喘的病人，不只是呼吸困难，还会心悸、失眠、焦虑、出汗异常。为什么？因为气乱了，心神就不安，心主神明，靠气血供养，气都上不来，血怎么运行？心脏当然受影响。临床上我还遇到一些病人，晚上睡不着，一躺下就胸闷喘不上气，必须坐起来才能缓解。西医说是夜间阵发性呼吸困难，怀疑心衰，但我们中医看，这往往是肾不纳气的典型表现。白天阳气盛还能支撑，晚上阴气重，阳气内收，肾阳不足的人就撑不住了，气浮于上，不能归元，所以躺下就喘。这种病人用强心药、利尿剂可能暂时缓解，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。你要从肾入手，让气能得下去，才能真正安睡。我常用金匮肾气丸和真武汤加减，温阳利水，镇纳肾气。很多病人吃几天就能平躺睡觉了，这是西药做不到的。还有一点要注意，就是喘和消的区别。喘是呼吸急促，不一定有声音；消是有消鸣音，像拉风箱一样。消都因痰饮内服，遇寒或情绪波动而发，属于宿根之病。金匮要略里说，触咳而上气，其人喘，目如脱状，而脉浮大者，月必加半夏汤主之。又说膈上病痰，满喘咳吐，发则寒热，背痛腰疼，目气自出，其人阵阵欲辟拒，必有伏饮。这些都在讲痰饮治喘的机制。那伏饮是怎么来的？多数是年轻时感冒没治好，寒邪深入，停留在肺络，变成潜伏的痰饮。一遇到天气变化，情绪波动，饮食不节，就诱发出来。这种病人往往从小就有过敏体质，容易感冒，一感冒就咳喘，反反复复，最后变成慢性病。治疗这种伏饮，关键是要温化，不能用寒凉药去压制，否则越压越深。小青龙汤就是为此而设，麻黄开表，故桂枝助阳，干姜细辛温肺化饮，五味子收敛肺气，配伍精妙，攻守兼备。但要注意，这个方子是辛温发散的，适合寒饮实症，如不适合阴虚或热症病人。如果病人舌红少苔，口干咽燥，那是肺肾阴虚，要用麦味地黄丸之类滋养，绝不能误用小青龙。不过临床上最难治的是那种寒热错杂、虚实夹杂的病人，比如既有肾阳虚的表现，怕冷、腰酸、夜尿多，又有痰热内扰的症状。
痰黄稠口苦，舌苔黄腻，这时候就不能单补或单清，必须寒热并用，补泻兼施。我常用金匮肾气丸和温胆汤加减，温肾的同时清化痰热，等热象退了，再专施温补。这也提醒我们，辨证一定要细致，不能一看到喘就定为肾虚或肺寒。每个人体质不同，病程不同，表现也不同。有的人原本是实症，治错了变成虚症，又有的人本来是虚症，被当成实症攻伐，结果元气大伤。所以作为医生，要有定见，也要有变通。再谈谈脉诊的问题。虽然我说问诊清楚了，脉都不用摸，但这不是说脉不重要，相反，脉是验证辨证是否正确的重要依据。比如一个吸气困难的病人，你判断是肾不纳气，那他的脉应该是齿不承系无力。如果摸出来却是滑疏有力，那就得重新考虑，可能是痰热壅肺，或者是肝火犯肺。还有些病人症状看似属肾，但脉象宏大有力，甚至带数，这往往是虚阳外浮，各真寒驾热之象。表面上怕冷气短湿之凉，其实是体内阳气快要耗尽，浮越于外的表现。这种病最危险，必须用大剂四逆汤、通脉四逆汤回阳救逆，晚一步都可能出事。所以脉诊是最后一道防线，帮你确认或修正你的判断。但前提是你得先有一个清晰的辨证思路，否则摸脉也只是瞎摸。说到这里，我想起一个学生问我的问题：老师，为什么现在得气喘的人越来越多？我说原因很多，但最根本的是现代人生活方式违背了自然规律。你想啊，熬夜、冷饮、空调、压力大、运动少，这些都在伤阳气，阳气一伤，最先表现的就是呼吸功能下降，肺主皮毛，开窍于鼻，外邪最容易从这里入侵。你天天吹空调，毛孔闭塞，胃气不顾，风寒湿邪就容易进去之后又不及时排出，不久而久之就成了浮饮。再加上饮食不节，吃太多生冷甜腻的东西，伤了脾胃，脾不能运化，湿聚成痰，痰往上走，堵在肺里，不就成了痰喘。年轻人爱吃冰，喝奶茶，吃火锅，吃完又吹冷气，寒热加工，肺最倒霉，还有情绪问题。现在人压力大，再焦虑抑郁，肝气易怒，抑郁结久而化火，火性炎上就会冲犯肺经，导致气逆作喘。这类病人往往伴有胸闷胁胀，月经不调，遭治疗上要疏肝理气，不能光治肺。所以你看，一个喘病背后牵扯到饮食作息、情绪、环境这么多因素，你不调整这些，光靠吃药怎么可能好？我在临床上常常告诉病人，你这个病7分靠养，3分靠药。药只是帮你度过难关，真正的康复要靠你自己改变生活方式。比如少吹空调，尤其不要对着头颈吹，晚上11点前睡觉，养肝血，助阳气收敛，少吃生冷。特别是经期女性，更要注意适当运动，比如太极拳、八段锦，帮助气机升降，保持心情舒畅，别让情绪压垮身体。这些听起来很平常，但比任何药都重要。古人说，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。只要你阳气充足，脏腑协调，外邪根本进不来，就算进来也能很快排出去，不会变成慢性病。最后再强调一次，中医治病不是对抗症状，而是恢复平衡。你喘，我不只是让你不喘，而是让你整个体质变好，以后不容易再犯，这才是真正的治愈。而要做到这一点，就必须掌握正确的辨证方法，不要被复杂的症状迷惑，要学会抓住主症，理清病机。记住，恩息气难，则之于肾乎气难，则之于肺黄昏加重，多属阳虚，兼有耳鸣腰酸，必是肾亏。这几句话看似简单，却是千锤百炼的临床经验。你把它记住了，遇到类似病人就能迅速定位，准确施治。我也希望更多人能明白，中医不是迷信，不是经验医学，而是一套完整、严密、可验证的生命科学体系。它有它的逻辑，有它的规律，只要你肯沉下心来学，一定能掌握。不要因为现在西医主导医疗体系就否定中医的价值。真正的好医生不分中西，只看能不能解决问题。而事实是，很多西医束手无策的慢性病，在中医这里往往能找到出路。所以下次你再听到气喘，不要马上想到肺，也不要急着拿喷雾，先静下心来问问自己，我是吸气困难还是呼气困难？什么时候最严重？还有什么其他不舒服？答案出来了，病机也就清楚了，剩下的就是选方用药的事了。你若真懂中医，就会发现很多病其实并不复杂，
复杂的是人心，是那些不肯静下心来观察、思考、验证的态度。我们今天讲气喘，从吸与呼的区别，讲到肾与肺的关系，讲到类固醇的误区，讲到五行生克、时间节律、生活方式，看似讲了很多，其实核心就一句话：治病要找根，根在脏腑功能。跟你看到的是喘，我要看的是背后的气机运行是否顺畅，五脏是否协调，阴阳是否平衡。你不问吸与呼的区别，就永远停留在表面；你不问时间规律，就抓不住虚实关键；你不懂肾主纳气，就会误把虚症当时，症来攻伐。我这一辈子行医，最怕的不是病重，逆而是病人被错误的观念误导。明明可以靠调整体质康复，却选择依赖药物压制症状；明明可以用温和的方法调理，却追求速效而伤了根本。等到身体垮了，才想起中医，往往已经晚了。所以我要一遍遍地讲吸与呼的不同，讲肾与肺的关系，考讲为什么黄昏加重就是肾阳虚，讲为什么类固醇会伤肾。不是为了批判西医，而是为了让你们明白，医学的选择决定健康的走向。你可以选择短期缓解，也可以选择长期安康。中医不承诺立刻好，但它承诺真正好。它不追求压制症状，而是帮助身体恢复自愈能力。这个过程可能慢一点，但走得稳，走得远。我也希望每一位看到这篇文章的人，不只是把它当作知识来听，而是能真正用它来观察自己，照顾家人。下次家里有人喘，别急着买喷雾，先问问你是吸气费力还是呼气费力，再问是不是下午或晚上特别不舒服，再看看有没有耳鸣、腰酸、怕冷、夜尿、尿多。这几个问题问下来，你方向就清楚了。就算你不懂开方，至少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调养，是温肾、是化痰还是疏肝，心里有数，就不会乱投医。中医的智慧从来不在深山古籍里，而在日常的观察与实践中。你若愿意静下心来听身体说话，它自然会告诉你病在哪里。偶尔我们要做的只是学会听懂它的语言。